啊，包裹来了，啊，走。耶！主妇小帮手。好，这里面有芋头饼、脆脆鸡、霸丸，还有这个是锅烧意面。这里还有知道是什么吗？蛙桂，然后还有大肠包小肠。大肠包妈妈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通通都是我网络上按一按就寄到我家的哦。那去哪里买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茶米鱼饼，我是茶米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德州的 Plano 拍片，然后在我身后面这一家店呢，其实很厉害，它卖了非常多台湾夜市的小吃。它其实不仅仅在 Plano 有店面哦，它其实全美50州都有帮你配送的服务，让你在美国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怀念的台湾家乡味。这家店就是有名的后家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访问他的老板，然后跟他聊一聊他创业的故事哦。后家，跟后家。他们最近刚赢了 Plano Magazine 的 Grab and Go Food 前3名，就是小吃，然后上杂志。等一下就看他们有什么好吃的。哦 ，Kevin， 对 ，Hello， 这个是 Amy， 嗨，你好。等下要点好吃的，那麻烦你哦。可以啊。那的 crispy chicken， 我闻到那个夜市的味道了，大肠包小肠。卖完了，今天帮我们留一个，特别留的。好香啊！对。你直接拿着哦。对，好好吃。你会不会太夸张？加热卤味。脆脆鸡，三皮一个超级大脆皮鸡排，面。还没有咬到肠。还没有到脚肠。哦，很爽。还有酸菜。哦。突然怀念起那个逢甲夜市。对。逢甲夜市。半糖吗？好，那一份芋头饼。半糖什么饼？这是烤里啊。对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Bin。我应该要讲英文吗？跟中文也可以啦。但我们现在在训练他，就是要有自信一点。哇，你们店里面还有这些玩具哦，好辛苦哦。你要招呼客人，以后跟他。不会啊，这是我们的日常。你上一次回台湾什么时候？我们来都没有回去。真假的？就是我们是投资签证，所以如果在境内的话，每2年要 renew 一次。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店休那么多天啊。对啊。你店休那么多天就影响生意影响太多了。对啊。但是还是，毕竟长大的地方嘛，还是会想要回去。对，他很想回去啊。2019开了啊，2019 11月开啊，谁知道会发生疫情？很可怕哎！我那时候就是超级忧郁，我觉得餐饮业真的很可怕，好吗？那时候请不到员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先回去陪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让他一直在这里，我们就是必须要轮流回去陪他睡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到凌晨。对，因为我们贷款来美国做生意嘛，所以你是必须。一定要生存下去，然后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赚钱啊。我们那时候就想说，那应该冷冻包裹送全美，好厉害哟！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外州，然后我们还有做很多外省，像 Austin 我们不是也会去嘛，然后 Houston 啊也会去送嘛。超级拼的哎，没办法，因为我的贷款就在那里，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把钱生出来还。好啦，现在是晚上，大概快要9点钟，我们在后甲的店外面。他们快要关店了，店真的很忙啦，所以后来没有跟老板聊到太多天。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约好过2天再来找他们。
我刚刚就吃了他们很多的食物。我个人最喜欢它的那个芋头饼，然后还有加热卤味。在美国住了20多年了吧，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到加热卤味。没想到后甲就有加热卤味，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，他们的有名的脆脆鸡凉面我都觉得还不错。那最屌的就是他们几乎所有食物都是可以网络上订购，就直接运送到美国50州，所以不管你其实住哪里都可以点他们的吃的。关店了，休息啦。今天忙吗？我非常忙，每天都忙翻，而且现在刚好是假日，很多他们要来吃饭，吃完饭去看烟火。这边很适合啊，就拿了然后就去看烟火。那我们就礼拜5早上好，在这边见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自拍一下。耶，一个人握手。我们今天的大厨就是他。谢谢。开门，你在等我们。早安。早安，开门了。开店开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这么快？对啊，大概都是几点到店里啊？基本上11点半开门嘛，所以我大概都提前差不多8点多就到了，所以差不多都对啊，因为每天还要煮饭啊、煮粉圆啊、泡茶啊，这些都是要时间。对啊，看你们那个菜单选项那么多，对啊，所以对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希望新鲜给客人，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一点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。好 ，OK。你要挖你的创业的故事。现在早上8点，那等下又要忙一整天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。想问一下，就是看到这个店名侯甲，怎么会选这个当店名啊？其实那时候我是想说，要怎么样让人家知道这个是台湾小吃的店？以前跟岳父岳母啊一起出国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讲说，你来讲台语，因为你讲台语，人家就知道说你是为台湾来，从台湾来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侯甲，把它用台语的方式，可以认识说，这个是台湾的店，他可以感受到台湾的一种台湾精神。那时候我们在跟那些当地的人谈的时候啊，他们也说，这个侯甲在西班牙文叫做 oha， 那 oha 的话其实叫做叶子。So do you guys know what hoja means? It means leaf, right? Oh, we know this is Spanish. Good taste. Good taste. Yes. Awesome. 因为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，其实一直讲说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或什么样的食物，才可以让大家进来这家店。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觉得说，好像台湾小吃这个地方是没有的。那所以我就是想说用侯甲来当做我们的品牌名称。这名字取得很棒。你们就是全家从台湾搬过来，然后开这个侯甲的店。对啊，因为你当初是怎么会选德州？其实当初我们没有想过要来达拉斯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它是在内陆，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就想说，应该是周围发展会比较好。结果的话，我一进来那个达拉斯的highway的时候，就是到它的downtown那个市区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这里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很重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，这个地方，真的是很蓬勃发展的机会。喜欢这边吗？我其实，说真的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很喜欢，对啊，因为这边的人让我感觉是很友善的，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 bubble tea。那我们其实就有这种分享的感觉，让他知道说，我们从台湾来的，然后发展成像这样的一个奶茶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吃，你可以去感受不一样的文化。为什么要离开台湾呢？就是在台湾做，不是也是可以做得好好的？应该算是我提议可以来美国发展。那我太太是想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台湾，比如说在花莲、在台东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，然后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如果你在台湾，那其实整个大环境还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只是你到不同的城市去生活。但是如果你到了美国，你就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 American Dream 嘛，对吧？美国梦，那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们为何不去 try？ 对啊，了解，对啊。那个时候你们小朋友几岁啊？那时候小朋友是2017年出生嘛，所以他很小时常超级小，才1岁。所以你是那个时候跟老婆是带着一个几乎是一个小 baby， 然后决定要全家到德州，对，然后来开店。对啊，哇靠，好拼哦！那你有想过，要是那个时候万一没有开成功，你的 Plan B 是什么？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冲啊，非常冲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感觉就是说，我所有事情就是尽全力、尽200%的力气去把这个目标去达成。那其实我觉得并不只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。那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太太，
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或是我们要做一个转换，他总是愿意一直支撑着我。他很支持，对，他很支持，所以我的 Plan B 就是我太太。对啊，因为他永远会支持我说，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调整？那我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负责一直冲，往前冲这样。失败我再回台湾。对啊，因为还可以再来这样。还可以再来，但是其实我99.9%是一定要成功。所以那个时候压力蛮大的吧？就是对啊，压力蛮大的，而且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时间在睡觉。对啊，就一直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这边这样。你在台湾原本就是做餐饮业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的求学过程还蛮特别的。五专嘛，我是读电子电讯，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是最风靡电子电讯科这些科系的，然后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跟那长辈建议，就是说，那我就读电子系。但是那时候读电子系，其实真的是读得很差，对啊，后来我就读餐饮管理系。我发觉读高雄餐饮学院或者读这些餐饮管理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态度。对吧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食物做好的态度，你要怎么去服务客人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个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事情。Okay. 虽然说我很不喜欢在厨房下厨啦，或是工作啦，我比较喜欢跟人家。你不喜欢煮饭？对，其实我不喜欢煮饭。天哪！对啊，但是我觉得，那你现在一天要煮很久的饭，很久的饭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客人来。然后比如说他一家人有爸爸妈妈有小孩，他们吃着，比如说他们吃的卤肉饭，然后吃下去那种满意的表情，他们觉得在异乡，他们可以吃到他跟他小时候一样的味道，那我觉得那就对我是最大的鼓励。看到客人吃得开心就对啊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，是无价的嘛。对啊，是很感动的事情。对 ，nice。很多东西是店里吃好吃，加热拿到家里。你知道，就是没那么好吃，可是你们的东西其实我就是拿回家还是好吃，是要稍微再改一下那个嘛包装啊或什么要注意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也是很谢谢一路上客人对我们的支持。从一开始我们去做这个运送，在烹调的上的话，因为它必须回去还要再加热嘛，是，对啊，所以有东西的话我们不能做到well done就是全熟，那可能大概做7、8分熟，像炸排骨啊。所以你会稍微这个要宅配，会稍微调一下，对，会调整一下，作为冷冻的真空包装，然后就可以到家里拿去做一个加热，那就跟现吃的熟度跟热度是一样的。你在吃什么？猪脚饼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脆哦。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比较不好的客人呢？其实我想做餐饮业，或是做不同的行业，对啊，有好的客人，那当然是也会有一些会想要你更进步的客人。一个留言，他说我们是齁甲嘛，那齁甲的话前面要留一个 BO， 就是博齁甲。哦，好讨厌哦。他说你应该留个博齁甲，但是对啊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开一家店，不管是什么各行各业，都一定是会有人批评你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想办法。让人家不会再批评你的方式，反正就把它当作动力在做更好。对啊，这个都是，当然一定是很难过嘛，很沮丧，说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是，对啊，也有遇过好客人吧？有一对70、80岁的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对啊，他们那时候冬天嘛，他们就来吃，因为我们冬天的话还有卖一些那种补汤，他们就整碗喝光光，对啊，那时候刚好我有机会可以出来跟他们聊聊天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哇。我来这个美国30、40年了，都还没有吃过这么像台湾我记忆中的味道。提供这样的一个餐点，可以让他回忆到当时候他的那种味道，那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就很开心吧。对啊，就觉得还蛮满足的。那再来聊一下这个移民这件事好了。比较少是像你们这样子做餐饮业然后移民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的原因，是因为说。我们没有在美国读过书，那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更直接、更快速的在美国留下来？就想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开一家店？那你们现在是拿到身份了吗？我们还没有，快了，也还没有，还没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话是用一种签证。对，它叫做 E2 的 Visa，E2 Visa。那 E2 Visa 它就是可以给像台湾这些合作的一些国家，那他们可以借由这个 E2 Visa， 那可以留下来在这边生活。但是的话，你就是需要一段时间要继续续签，它每5年就会审查一次。OK。对啊，如果你的经营不善，
那他就不会再发给你这个签证。所以其实这个是某一种来说是一个压力耶。如果你要创业，就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，但是你还要在异地创业，那就需要更大的勇气跟支持。开餐饮业都会有，你要抓时间陪小孩嘛。你知道这个爸比比较厉害了。输了哦。你有穿跟我一样鞋子是不是？你知道这是什么 brand 吗？ Japan 知道 Jordan 因为他爸很喜欢 NBA 啊， NBA Kevin 喜欢打球，我超爱打球的，但是因为他的时间没有人要跟他打。辛苦了，真的。对啊，其实我比较亏欠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就一个人在厨房，目前来讲的话，你很辛苦啊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？有时候小孩那时候他现在还小嘛，才5岁多，快6岁。那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大人，就是家长陪伴的。他应该蛮黏你们的。对，那有时候他又觉得说，为什么你都不跟我玩啊？对啊，那时候正在忙的时候，可能我连倒杯牛奶给他喝都没有办法。很辛苦。对啊，那他就在那边哭，说为什么你都不倒一杯牛奶给我喝？那其实那时候心是很酸的。一定会。对啊，就觉得说，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去取舍？对啊，那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早上可以的话，我就带他去学校。然后晚上的话，我就赶快收一收，带他回家陪他睡觉。当然，我们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其实家庭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就是想问一下，对你来说 ，Hoja 的意义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就是希望提供大家可以来这边感受到，它就像它巷子门口的那家店，是一种台湾感觉吧。像我有时候店里有都放了台湾的广播，就希望说他只要踏进来这个门的时候，他仿佛他就是在台湾，他来这边可以很放松、很轻松的就回到台湾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来到美国快第5年了，我还没有回去台湾。你还没有回过台湾？我还没有回过台湾，因为我们签证的关系嘛，然后我们又刚开店，经过 COVID-19 种种的因素，对，还不能完全放手。那要是你生个病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目前来讲的话，我就是没有办法生病，连生病感冒也都对啊，所以就是硬撑着，也是硬撑着过来。你觉得这个你跟 Claudia 创业这条路是可以复制的吗？只要是想要来美国打拼的年轻人，有什么想要分享？我觉得其实来到异地发展啊，一定会有很多学费要缴。但是你就是要再把每一次的经验做一个转换，而说我下一次我应该要做什么样注意的地方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真的要来美国发展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有发展性的地方，它会让你成功，但是你必须要付相当的努力。今天很谢谢 Kevin 跟我们聊天啊，他等一下要去开始忙了，要上班了。对，那我们谢谢 Kevin 啊。OK， 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真的觉得今天访问算是谈了蛮多甘苦谈的。Kevin 分享很多他内心里面一些比较辛苦的故事啊，也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。然后经过这个 Hoja 或者来 Plano 的话，想要吃台湾小吃，大家就是有空可以来试试看。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，拜拜。